开场未播先火。这部尚未上映的国产爱情电影，却凭借一幕尴尬名场面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。原本预告片的使命是吊足观众胃口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。然而，这支宣传片中最具震撼力的画面，并不是炫酷特效，也不是催泪情节，而是一场婚礼上的3人刺杀轮转戏码，不禁让人怀疑，这到底是爱情片还是喜剧片？在这场所谓的情绪高潮段落中，男配拔剑怒指男主，女主在慌乱中一刀捅死男配，紧接着男主又插了女主，男配在倒地前完成反击，3人你来我往，互捅3刀，最后旋转着飞身融入漫天沙尘。如此魔幻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，让观众陷入了一种笑到窒息的状态。不是电影不好，而是观众对荒谬的剧情已经不再宽容。当观众开始调侃这是洗衣机广告吗时，电影的尴尬就已经无法回头。荒诞逻辑，剧情像是反向剧本杀。不少网友表示，这场戏的逻辑堪比反向剧本杀。明明是一个悲情爱情片，却演出了悬浮、混乱且令人困惑的动作场面。女主到底是吓傻了，还是突然觉醒？男主为何先救女配，任由女主自由坠落？男配的动机又是什么？在这类情节设置中，正常的观众大概率会期待一个强情绪、加强逻辑的高潮，但电影却将情绪用尴尬的方式展现，将逻辑变成了儿戏。结果不但没有感动观众，反而激起了一片二创热潮，一时之间网络上充斥着沙尘暴慢镜头的恶搞视频。这种偏离现实的剧情安排，使得整部片子的可信度大打折扣。爱情变成血腥，情感转为闹剧，再深刻的主题也掩盖在你捅我，我捅你的滑稽桥段下，让人不禁大喊，导演你是认真的吗？不自然的演技让观众出戏。除了剧情的问题，演员的表演也受到了极大争议。主演刘宇宁与李一桐虽有一定的演艺基础，但在这部片中显得用力过猛。特别是女主角在关键场景中的表情管理被质疑太过舞台剧，夸张的神态与模糊的情感表达让观众难以共情。而男主角的表现则更加引人吐槽。他一句姑娘你在玩火的台词，让整个画面瞬间从虐恋情深变成了偶像剧名场面。这句台词仿佛是从某个2000年代的霸道总裁剧本中偷来的一样，既没有现实说服力，也与当前观众审美脱节。在一个讲究真实感的时代，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帅哥美女加狗血套路，他们希望看到更真实、更复杂的角色与情感。而这部电影却停留在过去的叙事公式中，显得格格不入。网友联想到张悦新名，质疑创作诚意。更有网友指出，这部电影在结构与情节上有强烈既视感，仿佛翻版张悦新名。尤其是男主放弃女主选择女配，女主苦苦挣扎却被无视，戏剧性捅刀轮回等情节，让人质疑是否存在超梗或借鉴过度。其实，剧情雷同并不可怕，关键是看创作者如何赋予角色新的灵魂和价值。但显然，这部作品在创新层面显得力不从心，尤其在剧本投入上被网友批评为太浅、太快、太油腻。一位影评人甚至评论，这不是致敬张悦新名，而是复制张悦新名中的尴尬。诚然，观众的记忆是敏锐的，一旦他们察觉剧情的蹊跷，便很难再回归情感的投入。穿越加复仇加虐恋，为何反遭反感？理论上，穿越加复仇加虐恋是黄金组合，特别适合在短时间内拉满情绪张力。但这部片却将这些元素堆砌得毫无层次，没有节奏，没有情绪递进，只有不停上演的折磨。女主被设定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，在穿越后逐渐陷入男主的情感与控制中。原本应该是爱恨交织的张力，却变成了无止境受难，没有温度，也缺乏逻辑，最后甚至演成了精神屁图般的剧情。故事中，女主多次试图逃离，却每次都被男主抓回。观众本该为她的坚持动容，却反而感到疲惫，甚至怀疑编剧是否真的理解情感共鸣是什么。台词雷人，
角色塑造成败关键。台词是角色性格与思想的延伸，好的台词能够升华情节，坏的台词则会让观众瞬间跳戏。姑娘，你在玩火这句台词在上映前就被广泛传播，却也成了被群嘲的起点。这句台词不仅显得油腻，更像是强行赋予男主一种假魅力的设定。男主像是一个来自2005年的电视剧中穿越来的总裁模板，言辞粗暴，动作夸张，让观众完全无法代入。而其他角色的台词也乏善可陈，女配甚至多次重复“我不会离开你”的桥段，让人怀疑这部片是否把短视频剧本直接扩写成了电影。导演的审美错位是问题根源。有观众分析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导演的审美错位。他依然以为观众喜欢狗血加反转加情绪轰炸的剧本，却没有发现观众早已转向对人性细腻描写的偏爱。当情节只靠外力推动，而人物行为毫无逻辑，就会出现强设定、弱情感的问题。这种为了剧情而剧情的拍摄理念，只会让整部电影像是流水线制造。导演必须明白，观众想看到的不是强行催泪，而是真实的情感成长与转变。这部电影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，才会在尚未上映时就被预告片吊打。观众不再是傻白甜。曾几何时，只要有帅哥美女，有纠缠虐恋的设定，一部爱情片便能收获票房。但现在，观众早已不再满足于这些视觉糖果，他们更在意逻辑是否严谨，情节是否合理，人物是否鲜活。当一部电影的预告片都被调侃为洗衣机广告，当网友用反向剧本杀形容高潮片段，就意味着市场的容忍度已经降到了最低点。电影人若不认真对待作品的每一个细节，只想靠几句油腻台词和几个高光时刻蒙混过关，那等待他们的只会是市场的无情淘汰，一次电影灾难的境界。这部还未正式上映的电影已成了话题之作，但却是以负面形象出圈的。它的尴尬不仅体现在剧情和表演上，更是创作理念与观众审美之间的严重断层。这对整个影视行业而言，或许也是一种提醒，情节不应止于浮夸，角色不应停留在脸谱。唯有深入人性，尊重观众，才能拍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。双手合十的人，感谢你的阅读。如果你也对这部未播先笑的国产电影感到震惊或无奈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认为还有救吗？或者你期待它真的会反转口碑吗？